化債834億後，孫宏斌終於敢露臉了。熟悉孫宏斌的人都知道，他是一個非常親和且沒有架子的老闆。有一次，為了搞定一個文旅項目，孫老闆居然請當地的村長喝酒，旁邊的員工看不下去了，覺得他好歹是一名身家100億的老闆，和大領導打交道就行，何必浪費時間在村長身上？於是他提醒老闆不必客氣，反正下次也見不着了。誰料孫宏斌回了一句：“就是下次見不着了，才要給人家面子。”對芝麻官尚且如此，對股東更沒得說。每次融創開股東會，他都親力親為，甚至願意回答諸如投樂視究竟虧了多少錢之類尖銳的問題，大方承認虧了160多億，然後懇請股東以後別再提樂視了。這樣的老闆在論資排輩的中國商界並不多見。但2022年融創暴雷後，或許是覺得無顏面對股東，孫宏斌連續2年缺席了股東大會，引發外界一系列不好的猜想。其中一個傳言是，孫宏斌已經很少到公司，身邊的保安人數從2個增加到了3個。就在大家還在猜孫宏斌要隱身到什麼時候的時候，上個月底他突然高調出現在股東大會上，且神情自若的與众股東打招呼。很難想象他經營的是一家隨時有清盘風險的房企。孫宏斌之所以敢露面，原因無外乎負債處理的差不多了。用他的話說，就是融創已经度過了最危險的時候。公開資料顯示，經過與外國債權人的協商，孫宏斌提出的債轉股方案在2周內獲得通過，一舉解決了680億負債，再加上今年年初解決的154億國內債，今年融創已經累計減債834億，且5年內不再有兌付壓力，基本上岸了。在其他房企還在為了化債焦頭爛額之際，孫宏斌究竟有什麼魔力，竟然能說服債權人同意他的方案？4個字，孤注一擲。孫宏斌給外國債權人的方案堪称粗暴，只有一個選項，把手中的債券按照6.8港元或者3.85港元的價格通通轉成股票，6.8轉的無需鎖倉，3.85轉的需要鎖倉18到30個月。聽上去還不錯，但是看了看融創現在的股價，估計債權人就笑不出來了，僅1.5港元。換而言之，如果他們轉股之後立刻变現，将蒙受7%的损失，相当於借人100元仅拿回22元。如此虧本的買賣，為何外國債權人會答應？據商業自媒體魏然先生分析，主要原因出在外國人缺少有效的追逃手段，與其鬧得魚死網破，大家一起沉船，不如相信孫宏斌這個人，相信他能把股價抬到6塊8。所以說，平時給人面子，積累好口碑，到關鍵時刻是能救命的。对外人很親和的孫老闆，對下屬則很嚴厲，罵人時經常會夾帶不好的口頭語。融創爆裂後，孫宏斌將責任歸咎於華北區老總石迅和西南區老總商宇經營不力上。比如爆雷前，融創定下的年銷售量目標是7000億，西南區自告奮勇報了個3000億，主動挑起銷售大量。結果爆雷後一算賬，西南區一共就賣了90多個億，僅完成目標額的3%，華北區也好不到哪去。於是孫宏斌當着眾人的面罵了石迅一通，場面颇為尷尬。商宇也同步被調離西南區，回總部擔任投資總裁。可能是怕被罵，商宇離開昆明後沒有回總部上過1天的班。不久後就傳出了人已經去美國的消息。其實融創爆雷多少也與孫宏斌個人誤判有關係。2021年，融創有關部門向他提交了一份行業研究報告，謹慎的提出要收縮，但是孫宏斌沒有聽。在給分公司開會時，他強調只有2個字：拿地拿地拿地，這才有了華北區和西南區不顧一切的搶地。樓市遇冷後，這些搶的地全砸在了自己手裡，轉化成負債，並且在未來幾年裡不斷減值。以西南區為例，由於孫宏斌很看好雲南的旅遊業，便和大地主環球合作，斥資152億，接過了相當於72個故宮面積的開發區。問題是在土地轉讓前，環球這家房企已經把能賣的住宅全賣了，留下的竟是商業區、度假村、產業園等需要大額投入的配套措施。孫宏斌迎難而上，讓西南區的人梳理開發節奏。在規劃時，西南區驚奇地發現，大多數能開發的土地都在環保要求極高的風景區內，屬於動一草一木都需要嚴格審批的區域。蓋了20多年快樓的商遠哪見過這個陣仗，便向孫宏斌求援，希望老闆能夠來雲南疏通一下關係。誰料即使一向給人面子的孙宏斌在酒桌上與對方吵了起來，也沒有解決問題。不能动就是不能动，這是原則問題。最後孫宏斌不得不成立了一家新公司，把雲南難以開發的土地轉了過去，以減輕負債。在前幾天的股東大會上，有股東問孫宏斌接下來的打算，孙宏斌承諾將收縮戰線，聚焦1、2線城市，打造高品質產品，這或許標誌着激進擴張時代的終結。此外，手握1.27億平方米的土地儲備，孫宏斌面臨的是一場更為困難的去庫存戰役，在存量市場中尋找生機。融創在上岸後能否成功轉型，不僅關乎其自身的命運，某種程度上也是觀察中國房企能否從高負債、高中轉模式轉向穩經營、重品質階段的一個樣板。這裡是率真財經，一個有溫度、有深度的財經博主，歡迎大家關注主頁，有更多精彩視頻。我們下期節目再會。